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与我灵光，驱除魍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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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没办法了，夫人的病一直不见好，街坊说她中了邪，镇上的郎中也治不好她，我只能求玄女娘娘帮夫人驱魔辟邪了。说出你内心的困惑和忧伤。我的燕儿啊，我的女儿，是娘害了你啊！你的女儿现在已经在阴曹地府，她说她死得很冤。我女儿还说什么了？她说，20年前你做错了一件事，所以才要受到惩罚。他替你背负了所有的债，用他的命换了你的命，不然该死的人应该是你。你女儿现在已经在阴曹地府替你赎罪了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该受惩罚的人是我，为什么要把我的燕儿带走？还我的燕儿，把我的燕儿还回来！说出你所有的罪过吧，不然他将经受上刀山下火海进油锅的煎熬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都是娘的错。娘不该在20年前把妙子姑娘赶出去，以至于害了她娘俩的性命啊！阎罗告诉我，你的女儿背负的债太重，恐怕难以转回生死轮回道。玄女大仙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，您帮帮我的女儿吧，别让她在地府里受委屈。多少香火钱我给，我们史家什么都能答应您的。要想让她脱离苦海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取3滴他亲生父亲的血，把妙子的亡魂召回，当着他的面请求他的原谅。玄女大仙，请做法吧。你可要想好，此法只有他亲生父亲的血才可以显灵，否则将永世不得超生。那还用问吗？燕儿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别说3滴了，就是3两3斤都没问题。只要能让燕儿转世为人，我史太吉眼都不会眨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为你做法招魂。我们要不要阻止玄女？好戏才刚开始。哎，等等！怎么了？不可以这样！为什么？这太危险了。如果你有个3长2短，我以后还怎么活呀？哎呀，这是妇人之见，就3滴血而已，也要不了我的老命。玄女大仙，请开始吧。
洪荒，与我灵光，驱除魍魉。天地玄黄。玄女大仙，玄女大仙，玄女大仙！去。夫人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还要把这件事隐瞒多久？你是谁？他是妙子的鬼魂呐！玄女被妙子附身了。妙子姑娘，妙子啊，是我们史家对不住你，求你放过我们一家老小吧！你原谅我吧！求求你了！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会是真的吧？石老爷，你真可怜，被这个女人欺骗了这么久，到现在你还蒙在鼓里。你说什么？你还记得那个张天师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妙子啊，都是张天师害了你，跟我们史家无关啊。虽然当时我们没有收留你，可是我们也送了一些银两给你呀。妙子，求求你，帮帮我女儿，让她少受轮回之苦。来不及了，史燕已经坠入了地狱道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因为他隐瞒了事实的真相。真相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史燕不是你的亲生骨肉。妙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史燕应该姓张。你给我住口！张，你是个疯女人！你别在这儿胡言乱语的！不是你倒是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张天师才是史燕的亲生父亲。快把这个妖女，把这个疯女人唤醒！不行，玄女娘娘现在被妙子附身，如果你这样唤醒她，她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史燕，你会变成孤魂野鬼的。你这个疯女人！你给我住手！敢问妙子姑娘，当年史家发生什么事了20年前，张天师被史家请去炼金。老爷，天师到。啊，太极兄，天师驾到，石某人有失远迎。太极兄言重了。炼金坊已经搭建完毕，只要矿石一到，即可开始炼金。好啊，天师真乃是当世英杰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这炼金一事就劳烦天师了，如有什么要求，还请天师尽管吩咐。好说好说，太极兄，若没有他事，贫道先行告退。哎，天师兄，太极兄，不知还有何事？天师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请。不知天师对生儿育女之事可有深通？哦，贫道略知一二。实不相瞒，我跟夫人成亲3年，至今膝下仍旧没有一儿半女，实在是愧对史家的列祖列宗啊！哦，可否见尊夫人一面？好，妙子，去请夫人。诺。天师请。天师，请。翠英见过天师。夫人免礼。
不知夫人何年何月何日生？奴家是甲子年腊月初7所生。哦，不好，怎么了，天师？夫人八字里面有生育劫，这阴虚阳浮，相冲相克，实难有儿女诞出啊。这下可如何是好？天师，可否帮我夫妇化解？只要是能生下一儿半女，天师有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哎，太极兄，太极兄莫急，此事并非无计可施，只是要大费周章而已。恳请天师代为化解，我史家的列祖列宗都会感谢天师的恩德的。太极兄客气了，待我将此事禀报太白金星，让其下凡给尊夫人看病，定可大功告成。这样，3日之后，带夫人去城外的灵音观内，我会在此恭候。多谢天师。见过天师。太极兄，夫人。天师，我把我家夫人带过来了。太极兄，把夫人留下即可，汝等全部退下，切勿逗留片刻。这太白金星即将下凡前来给夫人看病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若有旁人在此，所有的法事全部失灵。哦，明白了。记住，明日辰时可以派人过来接夫人，大功便可告成。夫人，我先回了。多谢天师。好，夫人，请。上仙在上，请受民妇翠英一拜。下跪之人，不知何事，唤本座前来。上仙在上，民妇成亲3年有余，一直没有子嗣，请求上仙对我施法赐子，民妇将感激涕零。生儿育女，还育之期，阴阳相补，方可成事。一切全凭上仙定夺。堂下女子，近前一拜。民妇遵命。大气悠悠，三境平明，财阴补阳，万物复长。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尊夫人生了一位千金。好，好，来，快点！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苍天终于开眼了。
哎，夫人，三思而行。我已见过阎王，与他定下契约，把史燕送回生死轮回之道。多谢玄女大师，改日为燕儿做法，还要再次劳烦。
还有人管他叫阴阳大仙呢。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吗？啊，依我所知没有。不，有一个人可能见过。施老爷，节哀。这是家母。施老夫人，节哀。瑞南兄，弟兄，见过王夫人。狄公子，燕儿的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？有点眉目了，刚好有件事情想请教您。啊，什么事情？是关于张天师的，不知道王夫人当年是否见过他的真面目呢？对不起，狄公子，这个人的事情，我实在是不想谈。我知道是我失言了，但是此事事关重大，请王夫人帮助我们查案。如果我见过他长得什么样子，他就是化成灰我都会认识的。弟兄，我听说张天师长得一人一仙，平常作案的时候都会戴着半个面具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实面目。但我听说是令尊揭穿了他的把戏。那如果张天师如此神通的话，你爹是如何揭穿他的？张天师不过就是个江湖术士，他那点骗人的小把戏，就是我们戏法里的障眼法而已，怎么可能瞒得过我们家的浩轩呢？浩轩是当年的戏班班主，这点小伎俩，再简单不过了，所以他就当面揭穿了张天师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，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想收他了吧？是。哎，站住！你们童家人来干什么？放肆！拦着我们干嘛？让我们进去。我们出去看看吧。好。我们童家跟史家是氏族之交，现如今史燕姑娘遭此不测，我们全家特来拜访。怎么，还不快进去通报？你们是来闹事儿的吧？还有脸来这儿？哎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敢对我爹这么说话？我们童家来是给你们史家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再说一遍！我说你这么有人话吗？你住手！老祖宗。老夫人，小侄特带全家前来祭奠史燕姑娘。让他们进去。行，快进去！这看门的狗也学会咬人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，看门的狗！你看什么看？过去！呸！大伯，你们也来了。老姚，你们都来了。走。师兄，节哀。
放。甜瓜，甜瓜糊，卖豆腐，豆腐烂，摊鸡蛋，鸡蛋壳壳，里面坐个哥哥，哥哥出来接轨，里面坐个奶奶。小朋友，把你们刚才唱的童谣再给哥哥唱一遍，好不好？不要。走。说话。哎，老祖宗，这首童谣是我教给他们的，这是一首很老的童谣，以前只在鬼节唱，后来呀，就很少有人会唱了。老祖宗，你可以给我们再唱一遍吗7月半，开鬼门，鬼门开了出鬼怪，鬼怪苦卖豆腐，豆腐烂摊鸡蛋，鸡蛋颗颗，里面坐个哥哥，哥哥出来上坟，里面坐个奶奶，奶奶出来烧香，里面坐个姑娘，姑娘出来点灯，掉在河里回不来。7月半打火莲儿，火莲花儿卖甜瓜，甜瓜苦卖豆腐，豆腐烂摊鸡蛋，鸡蛋颗颗，里面坐个哥哥，哥哥出来接轨，里边坐个奶奶，奶奶出来烧香，里边坐个姑娘，姑娘出来串门儿，掉了脑袋回不来。侍卫，史夫人为什么不来？他哪还有脸来呀？要不是看在这么多年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他赶出家门了。我这辈子算是倒了大霉了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那史夫人在哪里？从玄女宫回来后，她就把自己锁在屋里，谁也不见，一直没有出来。那我等可否去看看他？李公子请便。夫人，夫人，狄公子和王公子求见。夫人，夫人，让开。
翠英，翠英，翠英，翠英啊，翠英，翠英啊，翠英，这真是冤孽呀！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史家呀？哎，怎么回事？石夫人死了。什么？现场没有变动吧？没有。刚才我们来找史夫人，敲了半天门，她没有答应，我们便推门而入。翠英啊，翠英，还不是因为你要休了他，他才寻短见的。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们都这把岁数了，能相伴到死是最大的福分了。我怎么能？翠英啊，翠英，都是我害了你呀！不，史夫人不是自杀的，杯子是有人故意摔破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按你所说，史夫人是坐在床上服毒的话，杯子落下的地方应该是脚的周围，不会摔到那边。哦，不过那也未必。如果要是史夫人喝完了毒药，而后再摔碎杯子，再坐到床上去等药性发作呢？这个情况我也考虑了。如果史夫人是先摔碎杯子的话，杯子的碎片不会掉在衣服上。是谁？是谁害了他？是谁呀？涂大人，凶手可能在我们当中。今晚所有人都不可以离开这里。传本县命令，守住前后两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离开此地，直到抓住凶手为止。诺。
属下明白，请主上放心，属下随时准备安排。这一等多少个春秋啊！参见主上。什么事情啊？属下探得狄仁杰所在的小镇日前凶案频发。哦。属下已经派人严加打探，不日自会有新消息传来。给我严密监视他们。诺。石老爷，你也困了，回去歇息吧。不，我要陪着他们母女俩。也好，不过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顺变。沈姬，你先回屋歇息吧。今晚我要在这儿为史家祈福守夜。诺。婉清，小心。你也是。这里交给你了。